好，来看一下这个中美，总算要来谈判了。这个关税战从4月2号以来啊，哇，经历了非常久哦，就1个多月的时间，总算传出了要谈判的消息。那现在目前最新消息是说，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要到瑞士哦，跟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来进行会面。那在微博热搜跟百度热搜哦，也都冲上了这个排行榜的前面的名次啊。那这样子是不是代表说关税战要破冰了呢？何立峰说这是美方主动邀约的，因为美方高层哦不断就调整关税措施在放风哦，透过多种管道主动向中方传递资讯，希望就关税等问题跟中方来谈起来呀。那这个中方也强调了，绝对不会达成任何这个协议牺牲的原则，包含了外交部还有这个商务部啊，中国大陆这2大部呢都出来讲话啦。外交部讲说不会牺牲原则立场，牺牲国际公平正义去寻求达成任何协议。那商务部也是说，在充分考虑全球期待、中方利益以及美国业者和消费者呼吁的基础上，中方决定同意与美方接触哦。所以红线先画给你，立场先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因应着还有一些来自美国业界的一些期待，以及全球也希望说中美双方是不是能够坐下来谈，否则这个中国大陆它气很长啊，还有的跟你熬哦。那被问到说到底是谁主动的呢？当然也有美国的媒体很好奇去问了这个贝森特嘛，结果呢，哎呀，含糊其辞，他说：“没有什么谁先打电话，因为本来都一直在讲说，川普在等中方的电话打来嘛。那现在到底谁先打呢？大家会好奇啊，你总要告诉大家个后续嘛。结果他说没有哦，就没有这一通电话，但是突然就谈起来了，妙了吧？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哦，对照一下这个川普啊，现在可能看起来，因为传出来是美方主动嘛，他又要讲说，哎呀，这个其实是因为中国大陆很想要见面，很想要谈判哦。现在中国的情况很糟，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他们没有和美国做生意哦。北京方面希望能够重启谈判，安排会面，所以啊，嘴巴上面还要这样子，来吃中方一点豆腐，就觉得说他没有输哦。那再来，这个川普讲说，其实美国也无需签什么贸易协定，就反正总之呢，这个面子自己找回来，自己贴回来一些，靠嘴巴上面要吃人家豆腐一下。事隔34天，我们算了一下，从4月3号这个川普宣布对等关税哦，结果呢到现在5月7号终于等到了来自中方的消息。这34天的煎熬当中啊，我们看川普是怎么样的心理转折啊，天天放消息啊，硬蹭中国大陆啊，10天内至少说11次跟中国在联系，而中国大陆是直到5月7号才接受美国的邀请展开平等的对谈，所以川普说穿了就是嘴硬而已哦。那再来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呢，也在去跟美方谈判之前呢，今天看到一系列的一些关于金融上面的措施哦，比方说中国大陆宣布了降准又降息哦，央行总裁一口气宣布10大措施哦，包含了降低存款准备金啊，还有完善存款的准备金制度，下调这些政策利率，以及结构性贷款哦，总共10项措施呢，就是要这个因应这个接下来对于美方的一些这个算是经贸战啊，全面性的开打，要先稳住自己本身大陆的经济状况哦，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些分析，他说上个月的政治局会议哦，其实并没有释放重大资本市场的举措出台的讯号。那9月份的发布会后呢，也召开了这个政治局的会议。当时呢，其实这个会议的标示着中国的政策重心转向这个稳健的发展哦。那我甚至看到有一些本来是外销的产品哦，他们现在举行了这个大规模的，就是内销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展售会啊。哇，那个产品哦，在大陆里面本身自己销量也是非常的热烈哦，都这货架上都被扫空，因为大家想说，哇，这个价格 CP 值真高哦，所以他们自己内需市场也因此这个活络起来。那再来，我们看看最近我们讲到了这个泡泡玛特，就是美国很多的一些这个泡泡玛特的分店哦，大家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状况。那川普之前是怎么说呢？他说啊，哎呀，现在可能玩具变贵了，那有些女孩子呢，你不需要
太多玩具，不需要30几个玩偶，只需要2个就够了。结果被人家挖出这一段画面，我们也来看就是什么画面呢？就是呢，川普的小儿子巴伦以前的一段影片，就说哇，他有的玩具是大量的玩具，可不是2个娃娃而已人家就讲说，哎呀，川普你这是伪君子自己买那么多玩具，然后叫别人过苦日子吗？那还有 CNN 的这个节目嘉宾还讲说，有钱人买的都是美国的女孩娃娃绝不会买中国的劣质货。结果被美国的网民打脸，就说，不好意思你说的贵娃娃其实就是 Made in China 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所以这个也是跟台湾某些名嘴是一样的，这个插话连连鬼话连连。那再来美泰尔他现在呢也决定要把自己的产线，就是芭比娃娃，大家如果听这个名称比较陌生，他就是做芭比娃娃的公司，他要把这些产线从大陆要移回美国了，是这样子吗？他恐怕他现在评估起来，就算移回来还是这个价格太高，所以他选择我还要去全球生产布局，就算不在大陆我也不回美国，这是美泰尔这个芭比娃娃的选择那再来我们刚刚提到了泡泡玛特，这个是反过来现在在美国仍旧非常热销的泡泡玛特而且现在泡泡玛特不是不分年龄的不论是小孩子喜欢，这个年轻人喜欢，成年人喜欢，就连老太太这个外国的老奶奶也都很喜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A ver que me los como. Ayúdame a abrirla. No me lo puedo creer. Ay, que no me lo puedo creer. Quitármelo de aquí. Ay, que no me lo puedo creer, este niño. Ay, que no me lo puedo creer.对，他为什么那么激动呢？因为那只拉布布其实是限量款就是非常难买的这个巨型拉布布，它是叫做大天使。那我自己也本身去买了一个那个，那它其实在台湾的价格大概要1-2万块钱，是蛮贵的，但是这个就等于说大家买了之后，这供不应求，所以价格被炒得很高那你看，在全球现在在排的是拉布布的新品那有些人讲说，到底拉布布是什么？所以这个拉布布是什么呢？拉布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K-pop 而红的一个这个玩偶所以现在推出了第3代，全球都在风靡排队，然后包含了洛杉矶也是这个门店外面凌晨4点就开始出现等候。那我今天特别是带来我自己的拉布布，这一只，对，这一只就是拉布布，但是我这是第2代，我第3代我也没有买到特别来宾。好，那我们先问一下这个介老师。我想这一次美方在他一直跟中国大陆提出要求之后，中国大陆选择在这个时机跟美方进行接触了那中国大陆对这一次的接触，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做了非常长而详细的说明，意思就是说，美方一直要求要见面。那中国大陆在虚衡各种情况之下决定由何立峰，也就是中美高阶会谈的领头人何立峰跟美方的领头人这个贝森特两个在很奇怪，在这个不是在瑞士见面，然后呢？这一次何立峰事实上他在去瑞士，他是有他本来就既定好的行程。然后呢，除了要跟这个瑞士的相关部门接触以外他完了以后，他也有一个既定行程，他要再到法国，跟法国有一个高层的这个双方的经济会谈。所以等于说是美方要配合何立峰的行程。那么在这个瑞士跟何立峰见面，那可想而知不可能有结果。只会先有一个双方一个初步的一个接触了。那这个对美方来讲，不管川普怎么讲我想问一个川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所有的贸易谈判都在华府谈，人家都要华府去谈，怎么现在你跟中国大陆的谈判，你要把你的贝森特派到瑞士去？对，这就表示说美方有求于中国大陆嘛。对。那不过中国大陆说实话也算是蛮客气的，没有说叫贝森特到北京去谈。对，这个已经是对美国已经是客气了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中庸，基本上不会做的太绝、太激烈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大家那就你何立峰正好要到欧洲，
你们就把那个点名了，等于是点名贝森特去跟何立峰谈。那何立峰事实上他是可以直通，当然直通习近平主席的，他的位置非常的高啊，而且很多经贸政策，很多可能就是说，不管是贸易啊，或者是财政啊，或者经济啊、商务的部分哈，何立峰是他们的这个上层的一个主管，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个上层中国大陆上层的意思啊，跟美方讲得蛮清楚的，对。那所以这一次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国际的市场、股票市场啊，各种市场会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宣布啊，那么会有得到一些鼓舞的作用啦。因为说实话的话，中国大陆继续坚持下去的话，美国的经济真的会进入到一个怎么讲呢？真的是比负0.3更糟糕的衰退。所以它的第一季已经负0.3了，第二季如果超过0.3，那美国就正式经济衰退。再怎么讲，美国还是世界上这个最大的经济体啦，所以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举措，对很多相关的国家来讲也是一个正面的讯息。好，你要顺峰哥，开玩笑嘛，这大使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白宫赢麻了，赢麻了，这天天赢麻了，他什么都赢。你等白宫每天的那个消息就这样，又赢了105次麻了，又来现在106次麻了，人家赢麻。白宫的字典没有输这个字，人家赢麻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真是的，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啊，这满嘴跑火车的人就是川普啊，川普呢，甚至以一个大国之尊的总统公开讲谎话。说习近平跟他通话了，而且呢，最后被打脸，最后变成了一个段子啊，就是打了一个电话去，抱歉，您这个电话没人接听，有没有？他说，你看我打了，有回话了，有说抱歉，他们道歉了，有说抱歉了，没人接听。那么你还能谈的什么呢？真的是谈不下去啊！这台语老歌曲啊，等呀等呀等无人，较等也都等到你一人啊，所以等到这一次，子弹飞一下。飞到现在是该有一个阶段了，子弹飞到现在，美国是无招。我非常同意谢大使的看法，所有的人都要到华盛顿来谈，只有这一场啊是配合何立峰的行程到欧洲到瑞士去谈，这个的主动的态度啊，随旨随从的态度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全世界呢也很焦虑，是在很焦虑。这焦虑人说，哎呀还好。有一个中国党在前面，但是党到什么时候呢？这总不能这样撑下去。所以子弹飞到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表态。那么各位应该也注意到，就是外交部这一次会谈之前，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做各种解释啊。为什么？因为怕那个赢麻的家伙啊，又要乱说一通了。所以呢，画下这一阵，这是在大国谈判里面很少有这样子的。就是说谈以前，然后呢，外交单位说，这个先把都讲好了。为什么？因为怕有人又满嘴跑火车。假如一个世界大国的总统做到如此的地步啊，是真的是令人摇头叹息。那最起码中国大陆里面态度非常的清楚3件事情。第一个，符合世界的期待，这个是对的，因为这2个大国这样撑下去啊，大家都很痛苦。虽然有人顶着，他顶着还是受伤的，大陆也是在受伤中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态度是很坚决，中国的利益。就我没有讲什么大听大话，满足世界的期待。他不说满足世界的利益哦，满足世界的期待，满足了谁？满足了我中国的利益。第3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美国的企业界跟消费者。那企业界消费者跟中国大陆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布局里。是有为有据啊，这个进退是非常的有据。那么赢麻了，这一次大概真的会麻了。但是呢，我也同意，这只是一个开始，不就是这样结束了？但是世界上大家总是觉得松了一口气了。为什么？因为有谈总比没有谈是好多了。34天的高压哦，现在总算看到了这个中美双方坐下来谈。我们来问舰长。我们之前
谈到这个有关于谈判的策略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其实如果要谈判的话，先创造一个僵局。这个僵局是谁创造的？就是川普创造的。然后呢，创造之后，他必须要让双方都相信啊，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僵局。其实川普对于其他国家不是这样，是我命令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升值就升值，该把台积电拿来就台积电拿来，没那么多意见的。可是只有中国大陆，它必须要经过会谈才能够解决这个僵局啊。那这个面对这个僵局呢，其实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大陆的说法啊，也就是说，美国采取了一连串违规无理的单边关税，然后那个严重冲击了全世界的一个经贸关系，然后其实大家都受伤。那在这个里面，为什么我们看到啊，中国要不断的强调中国不跪，中国不退？那当然是中国准备好了。除了中国准备好之外，另外很重要的因素啊，在于说，其实中国早就已经掂量过自己。其实也就是这个世界上面重要的世界工厂，也是重要的世界市场，所以没有人能缺这一块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啊，说到底是谁眨眼了？我们刚刚无论是盛峰老师或者是介大使都已经讲了，真正先眨眼的是谁？就是美国，所以他才愿意到瑞士去进行谈判啊。那但是呢，中国大陆已经把红线画在那边了。什么样的红线呢？也就是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如果要打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刚刚主持人讲到了43天，那大家就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如果要谈的话，也就是我们看到即将开始的这个谈判，那个中国大陆门是敞开的，那但是绝对不接受美国，尤其是川普啊，他再继续的讲一套说一套，然后用这种讹诈的方法，然后来那个应对中国的话，其实他在这里面是捡不到什么好处的。不过我们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刚刚还有讲到这些有关于内需产业的部分啊，其实这真正最大宗的那个生产商。其实都是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美国的受伤可能比中国大陆还重得多。为什么？因为有存货啊。现在美国为什么愿意谈？因为他很清楚存货要用完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印巴真的是打起来了。这几天连日的冲突，大家很担心这个一触即发。果然在今天哦，真的是开战啦。那印度的飞弹轰炸巴基斯坦，传出了这个8死12伤。那在喀什米尔地区，7号凌晨传出了多起爆炸声哦，暗夜中冒出熊熊火光哦，当地的建筑物的损毁非常严重哦，而且有一些民众死伤。那印度宣称巴基斯坦针对印度控制喀什米尔发射了火炮，因此呢，对于巴基斯坦所属的喀什米尔地区呢，一共9个地点发动了攻击。印度的军方说，他们袭击的目标主要就是这个恐怖分子的据点呢，并未袭击巴基斯坦的平民，然后经济或是军事目标，但是遭到了巴基斯坦的驳斥啊。但是这一番的这一个交锋跟冲突哦，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印度的战机哦，5架。战机里面包含了标风哦，是被击落的状况。这个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呢，阿西夫告诉了彭博，他们讲说，这个巴基斯坦击落了5架的印度战机，包含了有3架是标风战机，以及1架是遏制的苏凯30，还有1架是米格29哦。那他们军方的发言人指出了，这次的击落行动是透过了地对空的飞弹，还有空中拦截联合作战而完成哦，强调巴基斯坦不寻求冲突，但是有能力来保卫国土啊。巴基斯坦总理啊
这个夏利夫甚至称印度的行为是战争行为，表示巴基斯坦完全有权对于印度的战争行为做出强烈的回应啊。那刚刚看到了这个川普就出来说，哎呀，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啊。他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了，真的很遗憾，我们刚才得知哦，那其实他们已经争斗很长一段时间，打了好几十年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赶快落幕。那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这个毗邻而居嘛，巴基斯坦的人口数是2亿人，印度是14亿人哦。但是这一次大家更放大来看，两方的这样的军火交锋哦，倒是让谁出圈了？让中国大陆的武器出圈了。因为巴基斯坦就是中国大陆的巴铁嘛，就是好兄弟哦。那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包含了有这个红旗9外销版，以及这个防盾2000，然后这个歼10 C1等相关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武器哦，所以这个是让他们成功可以拦截印度的一些战机啊，包含标风甚至都被拦截下来给击落了哟。所以哇，这个消息一出，使得这个中国大陆的军工股为之飙涨啊，这股价就为之上升哦。那另外印度方面的话，他的好朋友就是俄罗斯嘛，那美国当然也是站在比较挺印度的立场哦。这一回出动的这个米格29跟这个苏凯30呢，人家看到说好像中俄现在非常要好，但是呢，他们分别是买这个俄罗斯或是中国大陆的军火，所以看到了是中俄的军火在空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决战哦。所以人家说，其实反倒是看到后面的大国角力哦。但是现在这个美国的角色又更显尴尬了，因为他好像也无力调停，所以本来是巴基斯坦跟印度是想要找中俄双方来调停这件事情，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战火已经触发了。那再来看到了川普的内外夹击哦，当他面对到这个加拿大的新任总理的时候，他又再提了第51州这件事情哦，但是他的回应，这个现在加拿大新任总理不像杜鲁道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个交谈。You had said that Canada should become the 51st state. Yeah. No. Well, I still believe that, but you know, it takes two to tango, right?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That's true. We're sitting in one right now. Last several months,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ever.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 i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No,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场面挺尴尬的。所以呢，你看加拿大也不是很想要理这个什么51州这种说法。它其实现在美国内部也有很多的州长是站出来反对川普的。根据报道就讲到说，有6位州长联名批评川普的关税，其中1位还甚至是共和党的。这个佛州的州长是来自共和党的，他同样也是跳出来反川呐。那更不用说加州了，加州是这个站在反川的第一线，甚至在讲说我们加州不是美国啊，就要开放对于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往来。所以现在这样总加起来已经是有7个州的州长都是反对川普的。再来还有这个多国的政治领袖好像感觉现在提到了川普都是要这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呐。比方说我们看到像是加拿大、澳洲的近期的大选都可以看出来，只要是反川的话，都是大胜的结局所以这个全球反川的浪潮正在席卷当中。那有一个人紧张啦。小马可仕他可是站在美国这一边那现在他的状况可能面临到了期中选举，虽然不是大选但是已经反映出来他的支持度暴跌，就从2月份的42%，现在只剩下了20%左右啊。那沙拉杜特地呢？因为之前他们不是要逮捕这个杜特地吗？所以导致这个沙拉杜特地就是要这个叫维护父亲这样站出来，然后甚至现在也是站在反川的这一边嘛，所以他2月份的民调从5%上升到现在已经将近6%了，所以持续在上升当中。所以看起来这个菲律宾的期中选举恐怕也会因着川普小马可仕的选情不太妙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次印度就果然出手攻击啦，对这个。到底那个恐攻事件的罪魁祸首是谁，也没有查清楚啊。只是印度的单方说辞，说这个恐攻事件的这个组织呢，
是后面是巴基斯坦支持的另外一个恐怖组织，所以呢，这个事情要巴基斯坦负责，这个有一点点太牵强了。对你，很多国家都说，你先要把这个恐攻事件真正的这个是谁指使造成，你要有证据拿出来，你要查清楚以后，你才能够有这个进行战争的原因嘛。你要不然你理由都没有，就是刻意的，就是想要制造冲突的感觉啊。那这个印度所占领的克什米尔事实上恐怖攻击是终年不断的。为什么呢？因为印度在那边统治不得人心啊，因为那个地方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印度啊。对，当时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然后被英国人统治以后，对，变成英国的一部分，英国的另外一个殖民的地方。然后最主要那里面的人住的都不是印度人啊，不是我们认识的印度人啊。印度人它是另外这个克什米尔民族，然后呢，他大部分信的是回教，跟你印度教是根本就不是两个同样的这个信仰嘛。那当然，你印度占领了现在的克什米尔，你就大量的移民往这个把印度人往里面送到最后，当然就很多冲突啦。所以里面这种各种的暴力攻击从来没有停过。为什么这次要故意把它搞这么大？我认为跟印度很快就要跟美国签这个贸易协定有关，因为这是一个卖国条约，印度是第一个对美国下跪的。那我觉得莫迪为了怎么样转移注意力，把这个注意力移出去，就跟巴基斯坦就这件事情越搞越大，越搞越大。可是他什么时候会停呢？就是说你打不过巴基斯坦的时候，你的损失太大的时候你反而得不偿失。这次你这些飞机被巴基斯坦这个都给它击落以后我觉得印度的整个会重新评估这次打法。对，而且这场战争，你现在就巴基斯坦角度来看，说你没有证据，你就对我采取这么多作为，而且到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出攻击的一方很清楚就是印度嘛。对，正式发动攻击，要采取这些攻击。那另外一方面，印度河的水流经巴基斯坦大部分国土这条印度河，它的河水的问题，在1960年有一个印度河水条约，当时已经有解决了。那印度为什么不遵守呢？因为1960年的时候，那个条约是印度跟巴基斯坦在经过长期的争论以后，由世界银行出面，然后从中斡旋签了一个双方政府都接受的条约，印度河水属于巴基斯坦。就是这样子的结论啊。那你印度现在为什么要截断人家水源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印度是不是为了要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才挑起这个冲突的？我认为他就是要怎么样转移国民的注意力啦。所以这场战争再扩大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那么可是现在印度打输了，我不晓得他们下一步会怎么样。就是说。可是这样战争要冲突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好，来请教舰长。我们来看到这张图其实就整理了从4月22号一直到现在的状况那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也就在于印巴的控制线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控制线的部分，其实真正开始有大规模的军机介入，是从4月29号到4月30号的凌晨。那其实当时出来的就是歼10 C1，也就是中国大陆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战斗机那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标风就已经出来了，标风可是法国第一线的战机可是标风4架看到了2架歼10 C1立刻向后转那这个不是战具的问题，是那个军心的问题，都立刻向后跑。那结果呢？在5月6号的时候，就是讲到说切断了这个奇纳布河，其实就是印度河那因为这是它其中一个支流，关闭了这个水坝。那关闭了水坝之后，我们看到5月7号，其实呢，这个到底是谁发动的？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认为是印度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战果，也就是击落了3架的标风，1架的苏凯30，还有1架的那个
一架的米格29，其实还有一架无人机，苍鹭无人机。那为什么它到底发生在哪里？其实它就发生在克什米尔的这个位置，因为它之前那个巴基斯坦已经关闭了空域，一关闭空域代表什么？在上面的除了我可以掌握是我自己的飞机之外，其他通通都是敌机。那有关于水坝的部分呢？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最新的照片啊，一滴水都不漏出来。那这要巴基斯坦人怎么活下去？那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那个残骸的照片呢？那这一张其实就是标风战机。那它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派龙架，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红色的框框就是它弹头的部分，那这个黄色的框框就是它前面间隙的部分，证明什么？证明这就是标风战机。另外一张更清楚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标风战机的派龙架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标志，也就是它挂载的地方跟这个一模一样，然后这里铆钉，这里打的铆钉满满的。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在旁边的这一个画面里面，我们就看到的其实拦截的是这个，拦截的其实除了我们认为的歼10 C1之外啊，其实还有那个红旗9 B1的这一个防空飞弹系统。意思是什么？这一次大家尤其是我们台湾很多的军盲一直嫌弃一直觉得中国大陆的装备很烂，这一次证明了真正赢麻了就是中国大陆的军工产业，所以成飞今天的股价一飞冲天。好，来问申峰哥。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来讲另外一段比较蛮有意思的，在印巴战争当时呢，东巴还叫东巴基斯坦，现在叫孟加拉。当时之所以这一场战争印度会赢，就是因为它拥有2艘向英国买的航空母舰，然后他用那个垂直的这个舰载机，然后到那里进行了攻击，这使得呢这个印巴战争里面呢，那巴基斯坦败了。所以呢，他们觉得航空母舰对印度讲起来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因为他们曾经赢过胜利。这一次呢，他把自己做出来的亚特兰号的航空母舰也派出去了，然后派到了另外一边。结果呢，一到了之后啊，20个小时就返航了。不像以前是到了那里，然后执行任务，赢得胜利。为什么返航？因为他忽然发现眼睛不见了，什么意思？因为被电子战了，还有呢，被整个的飞弹锁定了之后啊，印度一想，假如航空母舰再受伤啊，那这一场仗大概就可以结束了。那再过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所有的武器都是实战去比较出来的。幻象机的地位就是中东战争里面建立出来的。当时的中东战争啊，用了幻象机赢得真的赢麻了，所以那时候的达收的幻象机销路非常的好，包含我们当时在买不到的时候已经买到了幻象了，所以幻象一直是蛮有地位的。我们再来看看法国还有一个武器叫做灰夷火箭呢，各位还记得在英国阿根廷战争的时候啊，这个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时候，那么法国曾经用灰夷飞弹打沉了一艘阿根廷的这个军舰了，哇！从此以后，全世界疯买飞夷啊，因为一个火箭就可以打下来了。那这一次呢，在印巴战争里面，这是印巴战争里面呢，也很有意思。不管怎么说，中国大陆这一次用的飞机10C，用的这个电子预警机，用的导弹，用的地对空、空对空的导弹，用的电子控制，还有用的卫星啊。这个买的武器，当然卫星要一起轰重嘛。这个一比较一下来的结果，显然俄罗斯的、美国的，还有法国的，那么跟中国的武器，这一次实际在印巴打了一仗啊，终于印证了一句话，就是耿爽在联合国里面回答，因为当时不是讲说中国支持了俄罗斯去打这一仗吗？耿爽说，假如中国支持的话，战争的结果不是这个样子，应该可以由这里来获得的印证了。OK。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
中俄双方啊的领导人要见面了。这个根据现在最新的一些报道啊，俄新社说这是今年以来两国领导人第3次接触哦。两人在1月曾经有视讯会晤哦，2月份的时候有电话交谈，然后现在呢，现在俄罗斯各界都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要到访哦，也就代表着中俄的关系要更深化合作啦。那克公讲说呢，在8号的时候双方会见面，而且要签署联合声明，1对1喝茶。那这个中俄峰会哦，近年来都是用这种形式来交流，在茶叙期间呢，都会谈到两国的战略协作当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议题啊，也会触及那些微妙敏感的问题哦。那讲得很玄秘，但是呢，就看出来这个其实中俄是越走越近哦，并没有因为之前川普不是一番操作吗？说他跟俄罗斯才是真的要好啊，俄罗斯又看得很清楚，说中国大陆才是他们长期的朋友哦。那不只是这一次的访问哦，说接下来呢，普丁还定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也要这个去中国大陆访问哦。那 CNN 就讲说，趁着这个川普引发全球的乱流哦，习近平访俄罗斯实现了2个目的，就是这样。国际社会释放出来稳定跟幸运这2个讯号，就是现在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交流来往才是比较可以长久稳定，不像川普这样变来变去哦。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习近平呢抵达莫斯科之前，他也在俄罗斯报发明了这个署名文章，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跟强权政治哦。他最近每次的这个出访呢，其实也都会伴随着这样子的一个署名文章在该国的这个报纸上面啊，或者是媒体上面刊登出来，也都是在间接的向美方喊话。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中俄的合作，他们其实要讨论的就包含了西伯利亚力量2号哦，就是天然气的合作，还有北极航线的开发呀。也就是说呢，现在其实看出来，在这个国际变局当中，中俄元首的会面呢，也这个代表着这个接下来更坚韧的合作架构哦，不论是在贸易上面，不论是在军事上面哦，都有信心一起来面对外部的挑战。那还有这个，其实欧洲哦现在也很聪明啊，看得出现在的局势如何，所以呢，这个欧洲啊，看到了美国又要对欧洲课这样子的一个关税嘛，现在统计数据出来了，这场贸易大战恐怕会令欧盟对美的5490亿欧元的出口额有97%会受到打击影响啊，关税的金额总计达到1000亿欧元，所以欧洲现在非常生气哦。欧盟的贸易首长就呛川普说关税不公啊，准备要进行相对应的反制，而且这个反制哦，预估大概是1000亿欧元的关税报复啊。现在还有这个转向要向中国大陆，我们就一起抱团吧，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全世界的贸易哦，减1就减掉美国，干脆就是避开美国嘛。美国既然要对世界开地图炮的话，现在世界各国反倒是走向中国大陆，这走得更近，为着这个贸易的交流哦。那你看到了习近平跟欧洲理事主席这个科斯塔还有冯德莱恩哦，有互致贺电庆祝中欧建交50周年。他还讲到，坚持多边主义，还有捍卫公平正义，反对单边霸凌哦。大陆的外交部也讲了，就是这个除了这样子的一个互致贺电之外，也现在有一个重大决议哦，就是中方跟欧洲议会决定相互取消交往限制哦，也就是说接下来中欧之间的这个往来会更加的密切。习近平还致电祝贺了这个德国总理新任的德国总理默兹当选的这件事情哦，所以是不是也代表着，因为这个德国这是欧洲的著名的这个制造业的大国嘛，那看起来这个中欧也是被美国越打越靠近，那中俄同样也是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对，其实习近平这个去俄罗斯访问啊，他除了去参加这次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卫国战争啊胜利70周年纪念，他还要做国事访问，这是最高规格的访问了。国事访问是国与国之间啊，这个领导人之间最高规格的。前2天，对，7月8号7号8号是国事访问，那就是专谈双边关系的，双边关系。9号参加这个卫国战争的胜利纪念日的话，那也是仪式性比较强。那不过就是说去参加阅兵的中国大陆的这个仪仗队也参加了，
是表示对这个俄罗斯啊的一个肯定啦。我想先讲就是说参加卫国战争这个80周年纪念日啊，就是说双方都很同意，就是说2次大战缔结的这个之后哈，这个所谓的缔结的国际关系的基础哈，是必须要珍惜跟保存的。那么很多国家想要去翻这个2次大战的这个战后的结果的这个账是不会得到起码中日两国的支持的。那尤其在对于说这个领土方面的决议的话，事实上话这个讲的都很清楚。那像日本的领土就是只给予日本的4个岛，以外都不是日本的，所以这个而且这个说必须对于这个战争的这些发起国家，包括什么，包括德国跟日本进行很多这种制裁跟限制，这都是2次大战以后这个2次大战的这个胜利国方的一些最重要的战争成果，必须要保存啦。我想这个如果这个现在美国有一点在变化，美国现在把这个2次大战的2个罪魁祸首的国家当做他的身边2头鹰犬，在破坏这个2次大战秩序我想可能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俄罗斯跟中国两国的联手的反应。这个对于这个现有的国际秩序来讲是有很强大的稳定作用的。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岛国，我为什么说美国是一个岛国？美国心态上它就是岛国，它是独立于欧亚非大陆以外的一个岛国，所以呢，它常常跟英国人一样，就是怎么样，就把欧亚非大陆这些大陆国家都给它搞乱对这个岛国来讲是最安全的。所以美国常常在所以它才会怎么样？它建构的国际秩序它反过来又把它破坏掉，完全要依什么样的一个国际形势一个大秩序对它有利。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对于在这个欧亚非大陆上的国家来讲只要有2个国家是采取一致立场的话，这个欧亚非大陆就不会乱，这就是中国跟俄罗斯。所以我想这个目前就是说大陆跟俄罗斯的这样子的一个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一个共同看法，其实说实话是世界上一个稳定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一个稳定的因素。那所以就变成这次的这个，其实习近平跟主席跟这个普丁的会面它是不是只有双边关系的意义？它有全球性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好，来请教顺峰哥。这个是完全要美国来促成。事实上，中俄这数百年来是恩怨情仇而且可能仇都比情来得多，怨比恩来得多那这一个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当时的战略部署是黄俄跟黄日这是最重要的战略部署。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呢，俄罗斯跟中国走成今天这个样子只有一个人促成的，就是美国促成。尤其是俄乌战争更促成的如此。那现在呢，又把中俄的关系又再往前再推了一步了，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川普拿了一支大棒挑到争头，这些人要攻击专争头这一个人要打遍全世界。这个时候，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被制裁，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次里面，显然美国也把中国当作首要的对手，所以就从这个时候又把两边呢又把它连接在一起。更重要的，这里面还有一个欧洲，欧洲本来呢跟俄罗斯之间也是有恩怨情仇而且呢是负面比正面多。可是这一次因为这一压的结果呢，中欧之间的关系又在悄悄的在演变着。所以呢，可能各位可以观察一个事，那就是这一次中俄的会谈里会不会涉及到这一个俄乌战争将要怎么收场的问题。请各位特别关注这一个可能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否则的话不会两边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的。你看这一次要去访问是大张旗鼓然后呢，这个普丁的回应也是大张旗鼓。这种大张旗鼓，假如就两边要建立的这个联盟关系，大概也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再往深再走上去，可能也空间的有限，除了增加情谊之外所以这个时候，假如在整个的国际战略的布局上，一个是中东的战略布局，一个俄乌战争，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会面
会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值得大家去观察的一个演变。好，来请教舰长。普丁总统日前啊，他在接受了这个俄罗斯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特别讲啊，就是中俄两国的发展其实是那个具有战略性的，而且是深层性的，因为两国有相同的国家利益而言。例如说，我们刚刚上一节讲到的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的这一个冲突啊，那其实它会扩大吗？它不会扩大，但是跟美国无关啊，因为我们看到的印度都使用的是俄罗斯的装备，那有关于巴基斯坦，它所使用的都是中国大陆的装备，所以其实这两国会希望就是中俄两国会希望印度跟巴基斯坦坐下来谈，不要武器只干戈相向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说现在习近平已经到达了这个莫斯科，但是同样的，这个普丁呢，他也受邀在8月底9月初，那他会参加抗日的一个纪念活动，这就跟我们在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刚看到这一个成飞的6代机，那当初我就指出这一个队形不是半飞队形，只有上面这个是半飞啊，下面这个是阅兵队形啊，那就证明了9月就是会有一个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有关于中俄两国在讨论有关于北极航道的部分啊，我们看到北极的航道其实它有2条啊，一条靠近加拿大以北的这一条叫做西北航道，那靠近俄罗斯的它叫做北方航路啊。我们看到格陵兰在哪里？格陵兰就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川普他心心念念的格陵兰，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有关于西北航道上？因为现在啊，我们看到这个地球暖化之后，这一个北极海它这个可以通航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从6月开始啊，其实整个航运的数量都不断的增加，一直到当年的11月为止，都还可以进行通航啊。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说，为什么川普这么在意啊？不过呢，川普在意没有用啊。为什么？他想要把部队拉到格陵兰去，可是你看一看他的部队在搞什么鬼啊？他今天又调了一架杜鲁门号，又调了一架超级大黄蜂。那其实这个也就是训练不断的都出现了问题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西伯利亚力量的这一个油管啊，那这个油管其实当初一直都是价格的问题。那在这个价格问题没搞定，而且实际上来讲，中国的需求要到2030年才会需要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这个油管。这个油管呢，就是这一条线呢，它会穿过蒙古。但是实际上来说，现在因为整个欧洲啊，它都不再使用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需要出口，俄罗斯需要外汇，